咱们的6代机原来是送给特朗普的大礼啊，而且价值200亿美元。大家好，我是火箭叔，今天给你盘一盘中美6代机之间的故事。美国空军的下一代空中优势战斗机项目即 NGAD， 也就是美国的6代机，发起于2014年，旨在替代 F-22猛禽战斗机，以确保美国在未来空战当中的主导地位。然而，该项目一开始呢就面临着巨大的预算压力和优先事项的调整。根据美国空军部长弗兰克·肯德尔的声明，完成 NGAD 项目的研发预计需要花费超过200亿美元的资金。此外啊，每架 NGAD 战斗机的采购成本可能是 F-35的数倍，达到了2.5亿到3亿美元之间。在这样的预算水平之下呢，地主家里面也没有余粮了。于是就在2024年的7月份宣布了暂停。你算算啊，这才暂停了多久，警钟就被我们给敲响了啊！中国的2架6代机首飞之后呢，美国空军面临了前所未有的压力。这 NGAD 到底还要不要重启呢？一重启又是200亿美元的投入啊！正在左右为难时，嘿，特朗普就要正式上任了。于是大伙决定让子弹再多飞一会儿，等他飞到了特朗普手上再做决定。也不知道收到这份大礼的特朗普会不会高兴呢？高不高兴咱不管啊，但意不意外那是一定的。中国咋就这么短时间之内就赶上了美国的6代机的步伐了呢？咱总结一下可能的原因啊，大致有以下5点。第一，跳过原型竞争阶段，聚焦设计原型。美国在研发 F-22和 F-35时用了大量的时间进行原型机的竞争试验，而我们则采取了弯道超车的策略，依赖先进的数字化仿真技术和虚拟测试环境，大幅缩短了研发时间。你可以把它想象成盖房子啊，美国会先让几家公司来试着设计不同的模型然后挑一个最好的方案，而我们直接通过计算机模拟，精确设计出最优的模型，一步到位的建成样板房。而这种方式就让我们在时间上抢占先机，更快的推出设计成型的原型机，从而进入实质测试的阶段。第二，强大的工业体系与资金投入。6代机的研发需要烧钱啊，而美国的 NGAD 项目每架飞机可能会高达3亿美元，仅研发费用就让五角大楼头疼不已啊。我们的优势在于单位成本控制能力和集中式的投入。近年来，中国航空工业在发动机研发、隐身涂层技术和电子战系统上都取得了重大的突破。这些进步背后的支撑是中国庞大的工业体系和持续不断的资金注入。第三，技术路线的差异与融合。成飞的方案更加注重多用途能力既能够远程空战，也能够进行精确对地攻击。而省飞的设计呢，则看似小型化，但可能是一个专注于空战的补充平台。这就像是一支球队有全能型的队长和擅长防守反击的前锋，他们结合在一起，能够形成高低搭配的强大组合。第四，数据驱动与 AI 技术的快速应用。我国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上面的崛起，为6代机的研发提供了全新的工具。通过模拟仿真、算法优化和智能决策，6代机不仅可以自主识别威胁，还能够实时调整战术，真正做到智能化的作战。第五，战略需求驱动与重点突破。中国的设计理念更加聚焦于区域优势，确保东亚地区的制空权，同时具备打击远距离目标的能力，比如关岛、菲律宾等区域。相比之下呢，美国需要面对全球作战的需求，从跨越太平洋的远程打击到多样化的威胁应对，这种差异也直接就影响了两国在6代机设计上面的重点。那好，就现在已经曝光的技术细节看，我们的6代机跟 NGAD 有得比吗？咱不妨直接拉出来对比一下啊。先说说美国的 NGAD， 它的设计理念可以用一句话总结：更远、更快、更隐形。它会配备最先进的隐形技术，据说雷达反射截面积小到了像 BB 弹那么大，能够在更广的雷达频段上实现隐身效果。同时NGAD 还注重提升作战半径和速度，预计能够在2万到2.2万米的高空飞行，速度达到惊人的2.8马赫，超过 F-22的表现。在武器系统上，NGAD 将搭载洛克希德马丁正在研发的 AM-260联合先进战术导弹以及其他几种远程导弹。此外，它还计划装备激光武器，能通过致盲或者说过热来摧毁来袭的导弹。在动力方面， NGAD 采用了机翼航空和普惠公司研发的2款自适应发动机，即 XA100和 XA101。这2款发动机不仅提升了推力，还增加了25%到30%的航程，同时加速性能提高了18%。另外，人工智能系统也将是它的突出优势。NGAD 将利用 AI 整合战场信息，为飞行员提供更高效的决策支持。这种系统之系统的理念会让它与无人机、卫星等其他战斗单位形成一个高度互联的作战网络。接着我们再来看看咱们的6代机其暂时被外界称为歼36的这架这款战斗机呢，采用了大胆的设计理念，最大的亮点是3发布局和无尾飞翼的设计。从外观上看，它的机身呈
成菱形双三角翼形状，机头纤细，机翼和机身几乎融为一体，完全没有垂直尾翼啊。这种设计不仅增强了隐身能力，还提升了飞行稳定性和机动性。在动力上，歼36可能使用的是改进型的涡扇10或者是涡扇15发动机。据推测啊，这款战斗机的起飞重量能够达到54吨，性能十分强悍。同时，它还集成了先进的雷达和光电系统，可以更早发现威胁，并且具备与无人机协同作战的能力。这意味着它不仅是一架战机，更是一个空中战斗系统。歼36同样强调高空长航时的能力，具备超巡航和搭载高超音速武器的潜力。如果成功量产，可能会彻底改变全球空战的格局。那么 NGAD 和歼36到底谁更强呢？从现有的信息来看啊 ，NGAD 的技术成熟度更高，据说它已经完成了原型机的试飞，并且在动力、隐形、AI 和激光武器等领域有显著突破。而歼36虽然起步稍晚，但它的3发设计和无畏飞翼结构展现出了极高的创新性，显示出我国在航空领域快速追赶甚至是超越的潜力。未来这2款6代机的竞争不仅关乎各自的性能，还取决于他们在真实战场上面的表现以及相关技术的发展。可以肯定的是啊，他们将重新定义现代空战的规则，并深刻影响全球军事力量的平衡。一句话总结就是啊，现在的天平终于不再是一边倒了。我是火箭叔，别停下去探索。大家好，我是火箭叔。今天早上呢，我们看了鹊桥2号的发射，现在我来到了咱们一个非常神秘的地方啊，我们的文昌航天发射场里面。在我的左边呢，站着文昌火箭发射场的气象系统工程师，我们的赵工。就气象问题呢，我自己很感兴趣，我相信这个网友们也会很感兴趣。比方说今天早上我们的鹊桥2号发射，在现场的观众非常兴奋。但是呢，我们的兴奋也就持续了10几秒钟。为什么？因为10几秒之后，我们的火箭就钻入了云层当中。所以我就想知道，在你的眼里面看，如果把很好、一般和不好分成 A、B、C 3类，那您觉得今天早上的这个气象条件是属于这个哪一类？从气象条件来说，今天早上的这个气象条件只能属于 B 类，也就是条件一般。因为今天整个天气来说，天气整体比较好，但是从观看来说，它的云层比较厚，而且云比较低。火箭点火之后，起飞10秒左右，它就进入了云层。进入云层之后，基本就看不见了。那 C 呢 ？C 是什么样的情况？如果在你眼里面，可能会出现天空下起了小雨。这个小雨不影响发射，但是它影响能见度，就是我可能在塔架周围，它就已经看得不清楚，模模糊糊的。火箭点火之后，有可能几秒钟就开始进入到云层里面，就可能看不见了。这样的话，其实从整个观看来说，它的感受也可能短短的几秒钟。那 A 的话，我们就可以理解是这个万里无云，万里无云，然后你可以看很长时间，一直看到你这个视力可以看到的范围之内啊。那你刚才说到了就是 C 的这种情况，比如说下小雨，对火箭发射是没有什么影响的，只是对我们观看火箭可能会带来一些不太好的这种体验。你能不能用也是非常通俗的语言告诉我们的网友，就是发生哪种情况，就是我们这个火箭就一定不能发射？当我们这边出现了比如比较强的降水，还出现雷电天气，或者是风比较大，这个我们说的风指的是地面上的风，或者是天上的风，就是空中的风。如果风比较大，都会影响火箭的正常发射或者是安全，因此这种情况下是绝对不允许发射的啊。就是有雷电，然后有比较较大的雨，然后较大的风，是一点雷电都不能有，还是？对，雷电这个条件非常要求比较苛刻，非常严格。因为雷电专业角度来说，它雷电就是大气中的这个闪电现象、放电现象。其实只要你存在放电，当你火箭在飞行过程中，假如一是比如接触到这个闪电，或者是因为这个闪电导致其他的火箭上的一些仪器的这种静电或者是一些电子感应，导致它可能一些部分这个零器件受损，或者是整个火箭它的受损。所以说只要出现这种雷电，基本上都是不能允许的。但是这个雷电的话是它有范围，你比如说是距离火箭比较远的地方，你对它不会产生影响，就它没有在我们火箭发射的这个区域。对，所以我们要判断它不在火箭这个发射的这个区域，或者是它火箭飞行的这个区域里面没有雷电，它就是不会对它产生影响啊。哎，你说到这点呢，正好就让我想起来，我想问你的第2个问题了。因为像我们通常我们普通人
也非常关心这个天气预报，我们的火箭发射也很关心天气预报。那这个火箭发射的这个天气预报会跟我们普通的这种天气预报，有什么样的相同和不同的地方吗？我们所做的天气预报针对的这个对象是很固定的，就是火箭发射。我们只保障火箭发射过程中的气象条件。所以说，我们平时在开展天气观测或者天气预报的时候，其实所采用的手段跟地方上我们看到的电视上的天气预报其实是基本上接近的。另外一个就是通过气象获取的一些数据的分析，来对未来几天天气，某个时间的天气进行一个预报。这个就是两边的共同点，但是也有不同的地方。这不同的地方就是呢，我们所保障的是针对发射场，就这么一个点，叫单点预报。我们只保证这个点，这个点周围的这个天气情况是怎么样，适不适合火箭发射？地方气象部门或者我们平时所看的手机的这个天气预报，我们考虑的是一个面上的一个区域，比如说在文昌这边，我们看了手机上文昌的天气预报，它主的是文昌整个范围整个区域天气是怎么样子的，这就是两个差异。所以说，因为我们是单点，所以我们对天气观测啊或天气预报的精度要求就更高一些，要更高一点。所以在这个观测或者预报的这种手段上面，我们可能要更关注它怎么能提供更精细、更精确、更精准的这个气象观测和气象预报的内容。我可以这样来理解吗？就是咱们对我们发射场这个区域的气象预报的这个分辨率会更高一些，就精度会更高一些。对，精度要求更高一些。因为发射场它也是有一个区域嘛，就虽然说它这个区域相对来说，比如说我们相对文昌市来说是一个很小的区域了，但是这个区域本身它还可以再细划分网格。那咱们在这个比如说预报我们这个区域的里面还有没有针对更小的这种区域的网格？操作过程中，其实我们所能做到的，没法做到那么细。就是说，我们可能控制在一个几公里乘几公里范围内，有可能会出现降水，有可能出现雷电，还是可以把握。但是你要再小到这个几百米，这1公里或者是这个厂房这围会不会下雨，或者是这个塔架这边会不会下雨？这个目前来说难度比较大。我们做气象保障的，其实大家都追求，就想做到这种精确，非常非常精确。但是呢，由于气象本身是一个相当复杂的一个系统，然后这个客观的因素这个限制了我们想要去达到这样一个目的。那下一个问题是这样的，下一个问题是火箭发射前肯定要对这个我们什么时候火箭发射，然后要相当于是一个气象保障嘛，就我们要去判断在我们的发射这个期会有什么样的气象条件，它适不适合这个火箭的发射。那火箭发射完之后，我们还会要对这个咱们的发射场的这个周边的区域持续的去做这样一个气象的监控吗？气象行业就很特殊，其实我们气象行业就是基本上是365天24小时都要进行气象观测和气象服务的。因为这个的话，其实跟在地方气象部门和在我们航天发射气象保障其实是一样的。我们也是要求基本上全年都要不间断的进行气象观测和气象预报。在发射任务的时候，我们主要是保障火箭发射整个期间它的气象条件能够满足火箭发射的。但是当任务结束之后，或者是在任务准备阶段，其实我们还是要不停的去开展气象观测和气象预报。这个有几个目的，一个就是呢，除了发射之外，我们还得保障我们日常的工作，对不对？这是开展一个任务之外的日常气象保障工作。针对日常气象保障，我们也要开展。另外一个就是气象，我们数据需要一个连贯性啊。对你比如说发射场这个气象它的要素的变化是什么样子的，因此不能说我在任务的时候我去观测一下，平时我就不观测，这个数据呢会存在一个不连续的问题，数据就会断开。对，所以说气象数据追求它的连续性，就要求它不间断的连续性的进行观测。你即使在非任务期，在任何时候它都要进行观测。对，这是一个就是积累数据的过程。另外一个就是平时你在非任务期，我们进行气象观测和气象预报，也是一种提升能力的方式也是一种训练。对，一种训练。你通过平时的这种训练，这种能力提升，来积累自己的这种保障的这种整体素质，来为发射时候气象保障来奠定基础。我明白，就是两个最主要的这个目的，就是一个是我们持续的积累数据，另外一个话也可以积累我们自己的经验。咱们气象预报在这个预报过程当中，就是人在这里面的因素，就是参与因素到底有多大？气象，特别是我们说的气象预报，气象预报它这么一个
我们所说的职业，或者是行业，它其实对气象预报的经验，要求特别高，其实有的时候大家就把气象预报和医生来联系起来，因为你再去找的时候，你总想去找一些年纪比较大的、有经验的学习对老医生，你很相信他，对，他把个脉，然后马上就知道，哎，到底出什么情况？这就是大家对他一个信任，对一个技术的一个信任。气象预报是一样的，其实气象预报也是需要不断的进行经验的积累，通过长期的预报实践，你对当地的气候条件有一个正确的和直观的认识。就是在平时气象数据分析的过程中，结合你长期积累的经验然后去准确这个预测这个天气的这个变化情况你们等于说是给天气把脉的。那我想问下一个问题啊，就是也是今天给你准备的最后一个带有点脑洞的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设想一下，就是未来假如说有一项新的技术出现了，然后你是希望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工具，可以解决你们目前在气象这个预测和观测当中的什么样一个问题？气象新技术、新理论、新方法也在不断的层出不穷。很多新的方法、新的技术都会应用到这个气象上来。其实我们现在所要想的就是，在未来，当有新的技术发生，哪怕是新的技术应用到气象预报或者气象保障上来，首先第一个把人的因素尽量的去减少，自动或者智能的、智慧化的去进行一些气象的预报气象的预警以及做我们气象保障的时候保障辅助决策。一方面它可以减少人的工作量，另一方面就是减少可能因为人的因素导致这个判断的一些偏差对，那这个当然是不能离开人，但是就是说尽量的去能够辅助我们去提高我们的这个保障的效率。有什么样的方式，就你觉得有可能更快的去实现像你刚才说的这种人工智能也好，或者说其他的新的技术来帮我们人做出这方面的判断？这个我觉得可能需要两方面，一方面就是气象预报技术这些新技术的它自身的发展，这个也就是可能跟我们现在当前气象行业或者我国的这些新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它的这个密切相关。另外一方面就可能需要人的因素在里面，就是不管是什么新技术、新理论、新方法，最终还是需要人去实现。是的。因此，可能更需要我们广大的科技工作者去积极的把这些新技术、新方法去研究起来、应用起来，把它这个快速的应用到这个气象航天。而且我们要去张开双臂，去拥抱这种新的技术、新的时代。是的。非常感谢赵工真的是今天的，我觉得你让我也是这个得到了各种各样的新知，然后也希望我们这个屏幕前面的各位网友，然后今天也会有新的收获非常感谢。大家好，我是火箭叔。站在我左边的这位是咱们文昌航天发射场的数据处理系统工程师刘工。大家好。对，今天早上呢，我们在海滩上面看到了火箭发射非常成功，也非常震撼。所以我就专门给刘工准备了5个问题。咱们第一个问题是，我们都知道火箭在发射之前和发射之后，它的本身的状态不一样嘛。一开始火箭是这个立在发射台上的，后来它是从发射台出去了。那数据处理在火箭的这个发射之前和发射之后会有不一样的地方吗？事实上说，对于我们火箭发射的这个数据处理，整个我们的工作准备，包括工作实施，包括发射之后，我们整个的这个阶段的话，它是比较漫长的一个过程。从准备，事实上从火箭起诉之前很久，我们就开始了一些任务的准备。然后任务的实施过程当中，我们也会进行一些实时的一些数据的处理。然后任务发射完成之后，就像现在，我们也会开展一些更加细化的一些鉴定、分析相关的一些工作。也就是说，其实主要是3个阶段，一个是准备阶段，再一个就是实施，前、中、后，这个事后总结阶段。那他们这3个阶段，就是每个阶段的侧重点是会有很明确的不同，还是说大致上面差不多，但是会有一些细微的区别？在您看来，应该说这是我们整个任务实施过程当中的
一脉相承的一个三个步骤。第一个在这个准备期间呢，我们就主要是把我们的一些过往的一些数据都准备好，然后在这个软件的这个一些准备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会把我们的软件维护好，准备好，针对这一枚火箭，我们进行一些比较具体的一些处理准备。然后在实施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针对一些具体一些参数我们比较关注的一些重要的一些节点、关键的动作是吧？关键的一些事情，我们进行实时的一些具体一些处理、解算发送、显示。任务实施之后，我们就会对整个的我们实施过程当中的一些流程、一些结果、一些具体一些参数，包括一些我们实时没有解算的一些工作，包括我们会进行我们整个全流程的一些工作总结。主要是这些就是事后还是有一些复盘。是不是在我们火箭发射过程当中有一些数据它的处理，其实它的处理量会非常大，也就是说它的整个的这个解算工作会持续挺长时间的。实施过程中我们追求的就是实时性、可靠性、准确性，对吧？这个时间就是瞬时完成的就是瞬时完成。并就是说，事实上我们接收到的数据拿过来，我们实时的解算之后处理之后发送，就是说是很快，并不是说我们必须得去等多久或是怎么着。我们有很多事情是实时解算。那种就是需要这个它周期比较长的那种比较复杂的数据有吗？也有这样的。比较复杂的那就要看我们具体的要针对哪一类问题，我们关注哪个具体的一个点，我们再进行具体一些分析。我们在准备阶段，当然了，我们会针对性的做一些预判，就是说，比如说这个硬件可能会出现哪一些故障，这个软件可能会潜在的存在什么风险，专题的去策划、去谋划、去分析这个问题我们去把制定一些措施来解决它比如说这个有一些变化比较大的一些方面，我们就会针对性制定相应的措施。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有很多的数据处理，比如说像现在非常流行的电商，因为大家都会在网上购物，然后在网上购票，比如说像之前在12306上面去购票等等。那咱们的火箭方面的数据处理和这种我们生活当中的就普通人我们都会接触到的这种数据处理，它有相同的地方，或者说也有哪些不同的地方呢？作为对比来讲是很好的，就是说他们对比其实是很鲜明的。就是说火箭发射的数据处理跟整个的网络的，比如说销售、电商的一些在线的一些东西，它是有共同，但是又有区别。刚才您也提到了，就是共同点呢，就是说他们都有一个我们需要在线的去处理的一些问题，是吧？比如说我们都应用一些在线运行的一些软件，是吧？包括对应的我们有一个相应的一些用户，是吧？我们的软件的使用方，我们软件的这个显示的有一些具体，我们的用户也会对我们提出要求，是吧？包括这个电商也是一样的，是不是？但是就是说从我们这个角度，任务准备前这些事情都是可以去讨论的一些技术细节，但是实施的过程当中，相当于这个货已经这个叫什么，就已经发货了，这个合同已经签订了，已经发货了，我们就不会去再变动了，对，我们追求的是一定要准确。在网购的过程当中，我们会遇到什么呢？地址写错了，是吧？对，邮寄到我们邻居家去了，对，是不是？也有这种可能邮寄到隔壁小区去了，都是有可能，是吧？但是我们这个是不可能说把这个数据解算出来给了别人了，应该给，比如说应该这个邮错就邮错轨道了，对。再一个呢是，我们送出的数据，是不可能退货了，对不对？你网购了之后，你还要退货，是吧？有可能，你还要试，我不可能再给你退货。任务实施之后，我们会有一个总结，具体的一些更加深入的分析，判读这些事情。如果按照我的理解的话，就是咱们航天上面的这种数据处理的话，要更加的精准就是更加的严谨，因为这个是它的容错率是非常低的。就像你刚刚说的，就我们电商，包括甚至是12306，即使买错票，我还可以退，我还可以做一些这个后续的处理。但是航天这方面的数据是容不得半点这种错误的。就是因为你现在是作为一个数据处理专家，然后工作在咱们的航天系统里面，特别问你是数据处理首先吸引你的呢，还是航天吸引你，然后你在航天里面选择了数据处理？我从事的是航天数据处理，对吧？这个航天是我的事业，是吧？是我的工作，是我的事业，这个数据处理呢，是我具体的从事的一项
技术也好，就是比如说就是术业有专攻，一个是我的术，一个是我的业，它也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作为一个这个数据处理专家，然后能够在航天就是为航天梦想而去奋斗，就是它会是把你的这个激情更加的调动起来，能够把个人的技术应用到一个我们的航天的事业当中来，对，这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而且是一个很伟大的事情，更有价值。对。那在这个非常理性、非常冷冰的这个数据面前，就是咱们人的这种特点是如何这个去植入到这里面，然后让这个咱们航天的数据处理变得又有温度起来了。你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极度理性的这样一项工作，是为了确保我们这工作完成的很好，代表的是一种客观、正确，是吧？客观正确它往往就代表着，能够为更多的人所接受、所认可。个人的一种独创性也好，个人的一种特殊性也好，体现在工作当中，它是一个创新，是吧？它是一个创新。你基于你的一些思考，提出你的独创性的见解，我基于我的认识，我提出我自己一些特有的观点，是吧？大家交汇起来，可能更加有利于这个问题的整体的解决，明白？更加完美，更加完备，最后的方案。就融合了每个人的想法，对，其实每个人都会有他们的贡献在这里面。对，我感觉你们把数据变得鲜活起来，然后变得有温度起来，变得有生命起来了，我觉得真的是太厉害了。如果有一些青少年他们对数据处理以及航天有梦想，然后很喜欢，那你有什么想对他们说的话吗？第一个是珍惜时间。珍惜时间，就是因为我们留下来给我们储备的时间其实是很短暂，我们学习积累的时间很短，就是珍惜时间，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好好学习，好好学习，不简单的就是说书本上的一些知识了，是吧？就是说各方各面的一些社会知识、人文知识，是吧？自然科学的知识，这些都是知识，我们就是让自己更加的充实一些。让自己的知识面更加的宽泛一些，是吧？这样的话也会反过来塑造我们更加健全的人格这是一个打好基础。目前我认为是比较重要的。其实我们做的很多的工作，都是一些对我们的基础素养要求很高，是吧？对我们的基本的一些知识要求都很严格的一些，是吧？就是说把我们的基础打好，对我们的日后的工作，无论你从事哪一方面的工作，它都会有很好的帮助最后一个就是说，就是拥抱理想，不管你是长立志还是立长志，我们都要去拥抱它，去积极的去追求它。我们选择一个正确的方向，在这个朝着这个正确的方向不断的努力，这样就会达到我们想要的那个目的。不管从事什么样，所以说就是说，总体来说就是珍惜时间，好好学习，打好基础，拥抱理想，拥抱梦想。大家记住了吗？我们刘工给我们总结出来的4点，记住啊！非常感谢刘工，感谢。对，然后我今天也是受益匪浅，没有。对，然后让我了解了咱们更多的航空航天方面的这个数据处理方面的这个知识，而且尤其是不仅这些知识我学到了，这个我在跟刘工的这个交流当中呢，其实各个方方面面还有其他很多东西我都一并了解到，所以非常感谢刘工，也感谢您，也是浅浅的谈一点自己的一些基本的一些看法吧。谢谢刘工，谢谢刘工。万没想到，中国风居然跟科技能够搭得如此和谐。今年的世界移动通信大会 MWC 刚在巴塞罗那拉开帷幕，中国风就在那儿炸开了花了。谁搞的事儿？中国移动啊！刘云式的穹顶设计，古意十足的展区，线条写意的背景墙，再加上汉服、毛笔、大熊猫等等特有的中式元素，让中国移动的展台惊艳全场啊！但这只是开胃菜，真正的王炸在后面啊！中国移动宣布，2024年将在全球超过300个城市启动 5G-A 商用部署，这将是全球规模最大的 5G-A 部署，也是中国移动的一项重大创新了。那好，你一定会问，什么是 5G-A？ 我分3个方面快速给你讲清楚。5G-A 是什么？
它的全称是 5G Advanced。它在2021年4月正式命名，可以被看成是 5G 的升级版，也叫 5.5G。同年12月，3GPP SA2 全会通过投票，确定了 5G-A 的第一批关键技术，共28个研究课题。然后到了2023年的4月5号，中国移动浙江公司联合华为率先完成基于 5.5G 的技术验证，在现场实现了包括超大规模天线阵列、8流 MIMO、增强型 UPF 动态多核聚合、智能卸载等多项性能的验证，并测得了超过10Gbps 的单用户峰值速率，相比起 5G 是肉眼可见的演进和增强啊。接着来到2023年11月，北京移动与华为公司合作，在北京立泽售后完成了全球首个 LabSide X 5G-A 室内分布方案的验证，再次遥遥领先，于是我们才能迎来2024年全球 5G-A 的商用元年嘛。那 5G-A 能做什么呢？它能够让网络更快、更稳、更智能，也能够让应用更多、更强、更新。它能够让你在地铁里面看高清视频，能够让你玩 VR 游戏不卡顿，能够让你的车辆自动避让行人，还能让你的眼睛看到裸眼 3D， 也能够让你的身体进入元宇宙。同时对于企业，它能够带来更高效、更节能、更安全的数字化转型，能够让企业自主管理运维自己的专网。最后，5G-A 到底有多牛呢？简单来说，它是 5G 的10倍，它能够实现1000兆连接向万兆连接的升级，100亿连接数向1000亿连接数的升级，以更强的低时延、高可靠性为行业应用提供更加充分的确定性能力。此外，它还将带来全新的全域通感、泛在智能和空天地一体3大关键能力，而基于这些能力，从个人用户到行业用户都将有机会体验到丰富多彩的创新应用。为了做到这些中国移动将在网络、资费、终端和产品等方面持续发力，在年内实现 RedCap 规模商用，探索多量纲的计费模式，联合国内外终端芯片厂商，加速推动手机、PC、XR 手表等泛终端适配 5G-A 网络，持续丰富 5G-A 知识终端品类和供给，并丰富 5G 新通话、云手机、云电脑等规模商用产品功能和体验，不断打造 VR、裸眼 3D、元宇宙等创新型的产品。如何？这王炸漂亮吗？我感觉现在这 MWC 是越来越像咱们中国的舞台了。曾经在通信领域被牵着鼻子走的中国企业，现在角色互换了，已经在牵着别人的鼻子走了。难怪中国移动的展台要被围得水泄不通了。你看，从 5G 到 5G-A 再到未来的 6G， 中国移动始终保持着技术创新的步伐和行业引领的地位。在 5G 时代铺开的数字化和智能化的转型升级，必将在2030年及未来的 6G 时代带来空天地全面融合的智能化、数字化、互联互通的全球信息社会。我已经开始无比急切的期待着了。所以中国自信和文化出海从来不是一句空话，它靠的是硬实力它靠的是如中国移动这样的公司脚踏实地的走出来的。